在广西有个神奇的村落，100岁老人多到像批发来的，别人求一世健康都难，而这里的老人一个比一个长寿。最神的是，这些100岁老人还不是那种卧床不起的数字是长寿，他们能上山砍柴，下地种菜，甚至有的还能自己做饭、洗衣服。有一位102岁的黄奶奶，起得比年轻人还早，走起山路比城里人还稳当。你说神不神？这个传说中的长寿村到底有什么长寿秘诀呢？一个地方能有这么多100岁老人，究竟是偶然，还是有不为人知的秘密？专家探查给出的近亲结婚、空气、水质、磁场、饮食、心理等等众多因素，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长寿秘诀呢？接下来就跟着眼见古今走进广西巴马瑶族村，看看这些100岁老人是怎么活得这么从容不迫、精神抖擞的。2008年10月，巴马瑶族村搞了一场婚礼，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结果新郎新娘一亮相，全场都傻了。新郎97岁，新娘是91岁，而且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就连他们的伴郎年纪最轻的都80多岁了。你说这是稀奇不稀奇？按咱们平时想啊，能活到这么大岁数，已经称得上是人瑞了，怎么还结婚呢？简直是闻所未闻。可人家在巴马就是这么真实发生了。当时很多人就纳闷了，这都快100岁的人了，还结什么婚啊？图什么啊？可巴马当地的老乡说，在他们这儿90多岁那还算是年轻呢，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这话一说出来，你是不是立马觉得这巴马的长寿文化跟咱们平时理解的完全不一样？在咱们这儿80岁可能就算高寿了，得小心翼翼地供着。可到了巴马90多岁了还能谈情说爱，甚至还能办喜事，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场婚礼就成了我们这次秘境奇闻的第一个迷雾。为啥这里的老人不但活得久，还能这么乐呵，这么自由？这村子到底藏了什么宝贝？于是我们开始顺着这条100岁路，准备去深入巴马长寿村一探究竟。通往巴马的路本身就是一场奇观，它不像高速公路那样直白，而是像一条巨龙，盘旋在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之间。经过跋山涉水来到巴马，映入眼帘的是错落有致的瑶族吊脚楼，青瓦白墙，依山傍水，家家户户门口都种着花草，有些老人就坐在自家门口，有的晒太阳，有的慢悠悠地做着手工活。他们的穿着打扮也特别朴实，脸上虽然爬满了皱纹，但一个个都眼神清亮，脸上带着那种与世无争的平和。你会发现，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和浮躁，没有车水马龙，更没有高楼大厦。村民们彼此之间见面都笑呵呵地打招呼，这和我们想象中那种长寿秘方藏着掖着，生怕别人知道的神秘感完全不同。他们似乎把长寿当成了一种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融在了生活的点滴里。巴马瑶族这个村落平均每10万人就有30多个100岁老人，而且这不是某一年的奇迹，而是持续几十年，连专家都研究不透的地球奇迹。在别的地方，一家3代人能凑一桌饭吃，那就是大团圆。而在广西巴马，有人一家4代、5代人同住的事，那都不稀奇。关键是老人不光活得久，还一个比一个能折腾。我们来看村里这对神仙老两口，黄继贵老爷子和老伴阿婆，一个生于1915年，另一个1916年，加起来200多岁了。你以为他们靠儿孙供着过日子吗？人家没事就上山劈柴，下田干活，扛着柴火爬山路，比年轻人都利索。老伴阿婆虽然驼着背，但一口气能爬上几10级山坳，不带喘气的，连牛都养，猪都喂，活得比不少年轻人还勤快。如果你要是以为他们靠高科技保健，那就太天真了。全村100岁老人里，基本没人住过医院，感冒了就嚼2片自己家种的草药叶子，发烧了来碗火麻汤，第2天照样下地干活。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脑梗、心梗，在这儿几乎没人听说。村里曾经有人想开药店，结果半年没卖出1盒药，全靠村民一句话：我们这儿没人吃药。
最后那药店老板只能认栽，关门改卖山货特产了。而这位106岁的罗密安奶奶，她的长寿秘诀更是惊世骇俗，那就是赤脚走路。她说从出生到现在没穿过鞋，打了100多年的赤脚。你没听错，就是光着脚在山路上、田埂上，甚至石头路上行走。我们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光着脚在院子里晒太阳。她的脚底板那叫一个粗糙，简直就像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钢板。听罗奶奶的家人说，她从小就习惯赤脚走路，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冷冬天，她都坚持光脚。大家可能会想，会不会是由于这种常年与大地亲密接触，让她的身体变得异常强健，脚底的穴位也得到了充分的刺激，从而达到了意想不到的保健效果呢？如果说前面几位老人的生活方式还算得上健康，那这位114岁的黄立业老爷子简直就是来砸场子的。他的长寿秘诀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健康生活的认知。黄老爷子今年已经114岁了，他又抽烟又喝酒，作息还不规律，也不爱运动，就喜欢在院子的躺椅上打盹，还特别爱吃肉。这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健康忠告完全是反着来的啊！为了验证他的身体状况，黄老爷子去医院做了全套检查，结果更让人惊掉下巴，心血管、血脂、肝功能各项指标都显示良好。医生看着检查报告也是一脸的无奈，只能说黄老爷子是个奇迹。抽烟、喝酒、不运动，还健健康康活到114岁高寿，这确实让常人很难接受。难道说巴马的长寿密码根本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又或者是老爷子这种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的生活态度才是他长寿的关键吗？我们再来看看村里一个100岁之家，这是一对双胞胎兄弟，黄卷光和黄卷辉。黄卷光是哥哥，黄卷辉是弟弟，他们都出生在1913年，两人都已经102岁了，连老婆也是100岁级别的，两位阿婆都是1918年生人。你想想，一户人家里有4位100岁老人，这是什么概念？简直是长寿之家的天花板。黄卷光老爷子那可是实打实的5代同堂，也就是说他的玄孙都出生了，这子孙满堂，福气可真是厚啊！而且他们兄弟俩感情特别好，每个月还相约着给对方剃头。还有更让我们惊讶的是，黄卷辉的妻子杨阿婆的生活习惯。这位102岁高龄的阿婆竟然不怕冷，即使在气温不到10摄氏度的情况下，她也照样用冷水洗头，冬天甚至还睡凉席。这要是搁咱们，早就冻得瑟瑟发抖了吧？可人家阿婆就是这么特立独行，身体倍儿棒。当有人问起他们的长寿秘诀时，这几位老人竟然异口同声地提到了一个词：心态平和。他们说，从不打架，不吵架，家里总是充满着幽默和爱意。也许这种和谐的家庭氛围和积极乐观的心态，对长寿的影响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毕竟心情好了，身体自然就舒畅。最后，我们再看看村里一位真正的长寿代表黄咩一。他生于1897年，也就是清朝光绪23年，算下来已经120多岁了。你没听错，他不是民国老人，是实打实从清朝活到现代的活化石，跨越了3个世纪、5个朝代，眼看着晚清、民国、新中国一路走过来，是妥妥的老中青全阶段亲历者。虽然年纪大得吓人，但他精神头特别好，性格开朗，爱聊天，爱串门，跟村里大人小孩都能聊一阵子。他的生活习惯也特别接地气，粗茶淡饭，清粥3碗，冷水洗衣，梳头揉耳。最让人佩服的是，他一直保持自己动手洗衣服的习惯，就算是冬天3、9天，他照样用冷水洗衣裳。这种积极的社交活动和开放的心态，说不定也是他保持青春活力的秘诀之一吧。你看，从黄继贵夫妇到黄咩一奶奶，虽然每个人饮食习惯、性格都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从来不把自己当老人。有人上山砍柴，有人赤脚爬坡，有人喝粥揉耳，有人抽烟打盹，干的活不同，吃的饭不同，
作息不一，可每个人都在认真生活，不是为了长寿而活，而是活着就得活得有样。但如果想要长命百岁，仅仅靠心态就能实现吗？我们接着往下看。巴马100岁老人铁打身子和不生病体质，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自然而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尤其是那些被各种慢性病折磨，或者对健康极度渴望的人，更是把巴马当成了救命稻草，甚至有人称之为返老还童的圣地。于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出现了，大量的人开始涌入巴马，就像候鸟一样，每年一到特定季节，就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飞到巴马，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好几年。这样的人也被称为候鸟人群。他们来的目的很简单，有的为了治病，有的为了养生长寿。这些候鸟人群大多都是中老年人，其中不少人都是带着一身的病痛来的，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有心脏病、脑血栓后遗症的，甚至还有一些肿瘤患者。他们尝试了各种现代医疗手段，但效果不尽如人意，于是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来到了巴马。巴马的县城和一些长寿村的周边已经建起了不少专门供候鸟人群居住的房子，这些房子大多是简易的民宿或者小公寓，租金不算便宜，但依然供不应求。每天清晨，你就能看到大批的候鸟人群走出住所，有的去河边散步，有的去山里爬山，还有的会去一些特定的打卡点，比如百慕洞、盘阳河边，据说那里的磁场更强，空气更好，对身体有神奇的疗效。这是一位来自东北的大哥，患有多年糖尿病。他说，来巴马之前，他每天都要吃好几种降压药，血压还总是忽高忽低。可来了巴马之后，住了半年，他发现自己的血糖竟然平稳了很多，药也慢慢减量了，血压还稳定了。另一位也是来自东北的阿姨，患有轻微脑血栓，在巴马租了2年的房子。他来巴马后，严格按照当地长寿老人的饮食习惯，每天吃粗粮、蔬菜，少油少盐。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血压控制得越来越好，甚至比在家吃药的时候还要稳定。他感慨地说，现在不用吃药了。难道巴马真的有什么仙气？这些人的好转究竟是巴马独特的自然环境起了作用，还是心理暗示的强大力量，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有不少候鸟人群把巴马的水奉为圭臬，他们每天都会去特定的泉眼打水喝，据说这种水富含矿物质，而且是小分子团水，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还有人说，巴马的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对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都有好处。甚至有人相信，巴马的地磁场强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这种特殊的磁场能改善人体微循环，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当然，也有一些冷静的分析，比如候鸟人群来到巴马后，生活习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压力，作息变得规律，饮食也变得清淡健康。很多人还加入了巴马养生团，每天一起锻炼、聊天，心态也变得积极乐观。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本身就是对健康非常有益的，所以他们的好转很难说是某种单一因素造成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候鸟人群的经历无疑给巴马的长寿传奇又添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巴马对健康似乎真的有奇效。那么，这种奇效背后到底有无科学依据呢？老百姓说的玄，科学家说的准，但讲出来都挺有意思。有人说是山里有仙气，也有人说是磁场强的能治病。那么真相到底是啥？这事还真不好一锤定音。在巴马，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候鸟，都绕不开一个词，地磁。有村民说的跟传说似的，你睡在巴马的地上，一觉醒来头不晕，腿不软，连腰椎都不酸了。还有人更绝，说在龙脉上住过几天，回去体检连胆固醇都正常了。听起来有点悬，对吧？不过这事还真有点科学根据。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地质部门就测出
巴马一带地磁强度比周边区域高出不少，特别是在某些村，比如百魔洞、盘阳河边，那磁场强度甚至接近于医疗理疗设备的标准。有专家说，磁场确实可能对血液循环和细胞代谢有点作用，但目前没足够证据证明它能抗衰老。你说它能治病吧，太夸张，但说它让人睡得更香，心态更稳，这倒有点可能。所以那些一年四季光脚踩地、晒太阳、喝山泉的老人，也许真的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一种天然理疗。除了地磁，还有巴马的水和空气。先说盘阳河，别看它外表清清亮亮、平平无奇，实际上是巴马的命根子。这条河水不是普通的山泉，而是从地下断裂带渗出来的深层地缝水。也就是说，它不是从地表流下来的雨水，而是从几十上百米深的岩层里冒出来的，经过岩石缝缝，从地心里带出一大堆微量元素，硒、锌、镁、钙，尤其是小分子弱碱性水，喝一口都像给血管洗澡。当地人不光拿来喝，还用它洗菜、煮饭、浇地、养鸭子。听说盘阳河边的鸡比别处的精灵，鸭子都能蹬着水走8字步。其次是空气，巴马的山峦叠嶂，植被茂盛，空气质量非常好。特别是那些溶洞和瀑布附近，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极高。负氧离子被誉为空气维生素，能够杀菌、净化空气，对人体呼吸系统、神经系统都有好处。经常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相当于每天都在给身体做养疗，自然会感到神清气爽，身体倍儿棒。难怪那些来巴马的候鸟人群都说自己在这里呼吸顺畅，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除了这些外在环境，巴马人的生活方式也值得说道。这里的大多数老人吃得清淡，起得早，活得勤快。一日三餐大多以玉米饭、火麻粥、野菜为主，基本上就是无油少盐的吃法，而且肉吃得少，糖更是戒得彻底。你说他们怎么没糖尿病？这完全就是原生态饮食计划。还有个当地人眼中的长寿灵药叫火麻汤，这东西你在别的地方压根喝不到。火麻是什么呢？就是药店里润肠通便的中药，但巴马人压根不当药看，直接当饭喝。他们把火麻子晒干磨碎，煮成浓汤，一碗下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惊人，什么降三高、护血管，那都是日常操作。村里不少老人根本不吃什么色拉油，家里炒菜炖肉都靠火麻汤。尤其那些上了年纪的，早上一碗火麻汤，走路都比年轻人稳当，拎着柴火上山头不喘气。更重要的是，巴马人心不累，村里没啥大事，日子过得慢，节奏跟城市人比，那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100多岁的老爷子，一天最大任务就是劈一捆柴喂2只鸡，剩下的时间就晒太阳、聊天、打盹。这里人不爱发脾气，家家户户和气，吵架都少，几十年夫妻说不超过5次重话。巴马还有个特别暖心的传统，叫补粮，意思是村里谁家老人年纪到了，比如满60、满70，全村人都会来送米，亲戚、邻居、子女每人1袋，1年口粮直接给你凑齐。表面看是送大米，实际上是送安心。老人收到这些米，嘴上笑得合不拢，心里也会感觉舒心。你看吧，这么多人惦记我呢，我得活得更久点。这种被需要感和被重视感，比任何补品都顶用。有心理学专家专门研究过，说这习俗有效缓解了老年孤独感，是社会情绪免疫的典范。而从现代基因学的角度，也有专家研究过，但是结果可能要颠覆你的认知了。在过去交通闭塞的巴马、壮族、瑶族这些民族，大多都是族内通婚，表兄妹近亲结婚那是常有的事。这是乍一听，是不是觉得挺不可思议，甚至有点让人担心？可专家们研究发现，如果是长期近亲婚配，反而像是一种基因大扫除。怎么理解呢？就是那些身体里携带致病基因的人，在长期的近亲繁衍中更容易被自然淘汰掉。剩下的人呢，他们身体里中性基因的比例就特别高。这种中性基因啊，它本身不决定什么，
但能在你身体出问题的时候，像个救火队员一样冲出来帮忙，保护你的心脑血管，延缓你的衰老。这道理有点像加勒比海某个小岛上发生的事，当年80多个人近亲通婚，最后剩下的人全都又强壮又漂亮，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得不说，这真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给了巴马人一个意想不到的长寿基因优势。但有意思的是，在巴马人眼中，科学和玄学常常搅在一起。你问本地人，为啥你们这人活得久？他们只会跟你说，我们这里靠山吃山，靠水养人，祖宗的好。也有人认真地给你讲风水宝地山龙水虎的说法，还有些人坚信盘阳河是龙脉之源。但你再往深里问，至今就连科学家也不敢下定论，空气、水质、磁场、饮食、心理、近亲结婚，这些都可能是原因，但很确定是哪个决定因素。所以巴马长寿乡到底是地气养人还是清心寡欲？答案也许不是2选1，而是全部结合的结晶。但是就在近几年，长寿村变味儿了。由于各种直播兴起，巴马这地方在中国太火了，火到什么程度呢？央视拍纪录片，各大卫视连篇累牍，网络上号称人类养生乌托邦的攻略，随便一搜能翻出几千条，全国中老年人都盯着这地方。结果你猜怎么着？以前巴马是个静悄悄的山村，现在只要是旅游旺季，光是来村里直播的手机支架就能看到几十个。大爷们一边晒太阳，一边身后就架着好几个镜头在拍。村子不大，几个100岁老人已经被排班接待，早上看谁，下午看谁，都有安排。有老人甚至被搞得不堪其扰，媒体一波接一波的来拍照、采访、拍视频。老人家本来是想晒晒太阳的，结果被堵在家门口出不去了。有的老人干脆搬去了亲戚家躲清静，也有的老人被包装成吉祥物，穿民族服装，讲彩话，和游客合影，有点像景点演员的感觉。说实话，游客的增加确实让当地人收入有了提升，民宿、农家乐、餐馆一年比一年多，火麻粥、土鸡汤、石斛泡水也变得商业化。但也不是没有代价，房租涨了，土地被开发了，一些原本宁静的地方变得人声嘈杂。以前能看星星的地方，现在被灯光亮得跟 KTV 似的。候鸟人群住得越来越密，像个大规模的养老社区，房子一排排整整齐齐，广场舞、按摩店、养生讲座全套配齐。一个是慢悠悠的、真实的、满是炊烟和牛屎味的长寿村，一个是招牌林立、人来人往、有点热闹又有点浮躁的健康景区。2个世界现在正交叉着共存。但问题也来了，再这样开发下去，老百姓还能安心过他们的慢生活吗？100岁老人还能继续晒太阳而不是对着镜头笑吗？一个地方变火后，到底是应该守住原来的宁静，还是顺着风口全力搞钱？有没有可能两者平衡，不让长寿村变成寿命营销村？好消息是，近年来当地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开始限制无序开发，去推动生态养生加文化传承的建设方向。村里也成立了100岁老人保护协会，不允许强制或商业化的使用老人形象。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问题：巴马人活得这么久，到底图个啥呢？是为了看得更多，吃得更多，还是单纯为了多活几年？说到底，长寿不是数字，而是一种态度。他们追求的从来不是延长生命，而是活得自在，活得简单，活得舒心。巴马长寿现象有来自科学的解释，也有几分难以言说的神秘色彩。其实巴马的最大秘密不是什么稀有矿石，也不是哪座风水宝地，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慢下来放松点跟自然和谐共处的活法。长寿不是传奇，而是合适2个字。环境合适，节奏合适，心情合适，人就顺了，日子也就长了。也许我们每个人都该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巴马，哪怕只是换个公园，调个节奏，少点焦虑，多点阳光，也能更长寿。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完了，眼见古今，
在这里也祝各位观众朋友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同时，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么多百岁老人有什么感想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此类视频的观众也别忘了点个赞。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